明天七夕节，我和顾渊打算在这一天领证，往后每个七夕既是情人节，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相爱6年，我们终于要成为一家人了。不知道顾渊忙完工作没有？他今天应该会早点回来吧。顾哥真厉害，喝成这样都能打中，再中一个，把大海豚赢回去，送给嫂子当七夕领证礼物。中了！顾哥，我今天刚离婚，心里真的特别难受，能不能把这个海豚送给我？喜欢就拿着。谢谢顾哥，顾哥对我最好了。小小，帮我们拍张合照吧。顾哥，明早还得领证，今晚可别真喝断片了。明早9点，安排的这么准时啊？别看了，拍照。我要是把预约取消，南芝姐会不会生气？别胡闹。取消了还能重新约，我的离婚散心局可只有今天一次。就开个玩笑呗，大不了重新约不就行了？哎呀，真的取消了。嫂子知道了，不会冲到海边来跟你翻脸吧？南芝没那么大脾气，他顶多问2句，不会真的。我打赌，他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赌什么？谁输了谁请海鲜大餐。行，那我马上告诉他，现场开奖。嫂子，你去看看民政局小程序。这是顾渊取消了明天的领证预约。来了。南芝姐，你们在哪儿？海边，小小心情不好，我陪她出来散散心。明天的领证预约为什么取消了？小小拿我手机玩的时候不小心取消的，没了可以再约，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赢了！我就说他发现了也不敢生气。顾哥，那顿大餐你可别赖账。南芝姐真的没生气啊？顾渊没有反驳，仿佛被取消的不是我们的领证预约，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约会。每一次我生气，他都会皱着眉，让我别太计较。陈经理，拜迪3年外派项目，我申请参加。你确定？项目组明天就出发，一走就是3年。我确定，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好，我马上替你补交申请。把我的婚礼取消，已付定金不必退还，后续款项按合同处理。取消？沈小姐，明天就是婚礼，您确定吗？确定。证件都整理好了，正好方便我去拜迪。明天既然不必领证，那我也没必要再等了。沈南芝，你把婚礼取消了，就因为领证预约。阿渊，你要不要吃冰淇淋？不然呢？小小刚离婚，情绪不稳定，我陪她来海边走走，手机也是她拿着玩的，预约没了可以再约，你拿婚礼威胁我，有意思吗？南芝，别闹了，明晚2家人还要吃饭，你把婚庆恢复，等我回去再说。阿渊，我又猜对了，南芝姐果然会收拾行李，不过她肯定走不出这个小区。行，你赌对了，钱转你。拿我打赌，很好玩吗？大家从小就这么玩。南芝姐，你不会真生气吧？要不这2000分你一半，留着买教训吧。说话别这么刻薄，小小离婚已经够难受了，取消预约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拿我的婚姻活跃他的气氛。下周我重新约。不用。明天的家宴照常，你当着长辈的面把婚礼取消，他们怎么想？你取消领证时，怎么没想过？我说了，那是玩笑，你一定要抓着不放，我也没办法。南芝姐，这是阿渊在海边给你买的珍珠耳环，算赔礼了。其实他一路都在惦记你。店员说一对款式一样，我试戴时可能装错了，你不会嫌弃我戴过吧？很配你。你要去哪？酒店。就为了逼我去哄你？顾渊，你想多了。你申请了拜迪项目3年？南芝姐，你都要结婚了，跑那么远做什么？申请撤掉，明天照常去家宴。等你冷静下来，我再把护照还你。顾总，擅自扣留项目申请人的证件，也算公司管理流程吗？陈经理误会了，我们是未婚夫妻，只是在处理家事。是否属于家事，由沈主管本人判断。今晚12点前，任何人不得干涉申请。你会回来求我的。沈主管，你的项目履历不完整，北非酒店案的主负责人已经改成许小小了。
那是我带团队熬了14个月才落地的项目，也是本次驻外竞聘最重要的业绩。南芝姐，别误会，阿渊说我刚回国，需要成绩站稳脚跟。反正你马上要做顾太太，写谁名字都一样吧。你参与过这个项目吗？我帮阿渊选过酒店香氛，应该也算参与吧。负责人只是内部调整，项目奖金还是你的，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告诉你，你会同意吗？不会。那就没有告诉的必要。顾总提议增加高管推荐权，许小姐履历稍弱，但顾总愿意担保。沈主管做了这么久，怎么给新人让位了？人家一个是前女友，一个是未婚妻，谁知道顾总怎么平衡？大家别误会，南芝姐快结婚了，不适合长期驻外。是阿渊觉得我更需要机会，一句比一句体贴，也一句比一句坐实我靠婚姻退让。下午的预审由小小主讲，你配合他补充数据。这是我的方案，公司资源完成的方案属于公司，所以谁都能署名。南芝，你最近情绪不稳定，我是在保护你，免得你预审失误，连累整个团队。2年前我第一次独立汇报，紧张的整夜没睡。顾渊对我说：“别怕，成果不会辜负真正付出的人。”原来成果也会辜负人，只要有人替他换上名字。可以。南芝姐，我就知道你最顾全大局。打断一下，西周区域供应链风险模型的底层参数是什么？回答他，别拿公司利益赌气。抱歉，我现在只是补充人员，无权替负责人回答。连方案逻辑都不清楚的人，不适合担任驻外负责人。你故意让他难堪？他不是负责人吗？沈南芝，我给你台阶，你非要往下跳。沈主管，顾总说你婚期临近，需要轻松一点的岗位。我的婚礼已经取消了，系统里没收到正式证明。沈小姐，顾先生昨晚补交了尾款，婚礼照常举行。他说您只是闹脾气，让我们不要理会取消通知。顾渊总是这样，我说不要，他替我改成要；我说结束，他替我解释成闹脾气，仿佛我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才算数。下午来酒店试菜，你母亲已经到了。老顾，小小穿着衣服和你站一起，还跟以前一样般配。他衣服脏了，临时借南芝的试试。妈，怎么了？妹妹玉兰胸针，不是你外婆留给你的陪嫁吗？阿姨别生气，是顾妈妈让我带的。她说今天人多，我穿的素，借点喜气。一家人借贷一下怎么了？小小刚结束一段婚姻，我们多照顾她，南芝不会小气啦。摘下来。菜还没上，别当着大家的面闹。我只说一次，摘下来。南芝姐，我不知道他这么重要，你别生阿渊的气，我现在就还你。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没旧胸针而已，我找人修。今天是家宴，别摆脸色。这是他外婆的遗物，不是旧东西。亲家母，孩子不懂事，已经道歉了。为了件首饰，让所有人下不来台，不合适吧？先坐下。这婚不结了，今天也不是家宴。嫂子又认真了，一个预约能气3天，老顾这次得输几顿饭啊？我赌他今晚就消气。闭嘴！他们经常拿你打赌。妈，我们走。你非要让2位老人难堪？难堪的是谁？小小弄坏东西我会赔，你在公司不配合汇报我也没有追究。沈南芝，我已经退了很多步。你所谓退步，是允许我承受你做的事。明天上午是最终评审，你已经被调岗，没有我的签字，连会议室都进不去。
沈主管，您存在云端的原始方案刚刚被永久删除了。草图，会议纪要和原有文件都没了。许小姐带人收的，她说你调岗了，这些都是项目资产。有东西被处理掉吗？几箱旧文件送去了碎纸室。拜迪方案来自我父亲的手记，原件一直锁在工位，如今进了碎纸机。南芝姐，我不知道那是你爸爸的东西。阿约说项目资料不能让离岗员工带走，我只是按规定处理。谁让你销毁原件？你别这么看我，我刚离婚，只想抓住机会。你能力强，失去一个项目还能再做，我不一样。你半夜把小小堵在碎纸室做什么？这是我爸留下的手机，扫描件应该还有。事情已经发生了，追着小小也解决不了问题。云端文件也被删了。是我删的。既然你退出项目，核心资料不能留在私人账户。明天小小要做最终汇报，我不希望出意外。顾源，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不会走？你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婚礼照常，项目结束后我陪你去休假，也会找人恢复文件。只要你别再针对小小，我们还可以回到以前。以前那个词听起来比碎纸机里的纸还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你不能进去。顾源说你情绪失控，可能干扰评审。感谢大家，这次的设计灵感来自我离婚后的重生。经讨论，许小小正式担任拜迪项目负责人，原负责人沈南芝因个人婚期自愿退出。南芝，顾家送来的婚礼请柬，新娘名字怎么被贴纸盖住了？妈，撕开看看。贴纸下面印着许小小的名字。原来这批请柬最初根本不是为我印的，他在等许小小决定要不要回头。他愿意，我就是被撤掉的那个；他不愿意，我仍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嫁给他。请柬照片和2套婚礼合同，先发给陈经理。沈南芝，你确认追究冒名署名、恶意删除资料和违规干涉竞聘的责任？沈南芝怎么在这儿？确认。沈南芝，你已经被调岗了，没有我的签字你怎么进来的？保安呢？是我请沈主管来的，顾总有异议吗？陈经理，今天是拜迪项目的最终评审，有什么内部流程的事儿，能不能等会议结束后再说？不能，事关拜迪项目核心负责人的合规性，必须现在查清。陈经理，一点私人情绪而已，没必要闹到张董面前。南芝，别闹了，明天的家宴照常。你现在出去，我就当没发生过。这位是？那位是周成，周氏资本合伙人，也是拜迪项目首席投资评估官，甲方最大的代表。周氏掌握着拜迪项目的一票否决权。顾总，看来你们内部的汇报很精彩啊。周总见笑了，一点人员变动的小插曲。许小小能力很强，绝对能胜任。许小姐，刚才听了你的精彩汇报，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周总，您问，我一定知无不言。方案第3部分的供应链风险模型，是你亲自做的吗？当然，是我和团队一起日夜赶工，熬了几个通宵做出来的。好，那你解释一下，模型底层的风控参数为什么要设定在7%？这个参数是因为成本控制的需要，考虑到通货膨胀。我问的是底层逻辑，你跟我扯通货膨胀。周总，这个风控参数是团队共同测算的结果，涉及的数据太庞大。小小刚接手，主要负责前端设计和整体统筹，具体细枝末节的数据他可能一时记不清了。记不清？好，那我们不聊数据，谈前端设计。许小姐，
拜迪样板区的动线规划为什么要刻意避开西侧主出口？如果是为了分流，为什么不在南侧增加缓冲带？因为西侧的采光不好，不对，是为了整体的美观度。建筑外立面的材料损耗率怎么计算的？为什么第2阶段的预算比第1阶段高出20%？周总，这些都是执行的细节。方案是属于整个公司的，我只是负责统筹展示，我是负责人，不是基层测算员。公司资源不等于谁都能署名，连自己心血之作的核心框架和设计逻辑都一问三不知，你统筹什么？统筹怎么在台上念别人的稿子吗？周总，小小经验略有不足，但他背后有整个公司的资源支撑，我也会亲自带他，绝不会影响项目交付。顾总，周氏投10几亿的项目，要的是一个能扛事儿、能独立决策的负责人，不是你们拿来送私人人情的提线木偶。他是集团管理层全票通过的候选人第1名，经验不足、一问三不知的人，能排在候选名单第1。张董，你们公司的管理层是按什么标准投的票？闭着眼睛投的吗？周总，这属于我们公司内部的人事管理。沈主管马上要和我结婚了，他的精力确实不适合去拜迪长期驻外。顾渊，是谁告诉你我马上要结婚了？南芝，你别在这个时候闹脾气，别把家事带到公事上。我的婚礼已经取消，连定金我都不要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各位，关于方案的真正归属，监察部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请大家看大屏幕。这是拜迪项目空间方案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大家看清楚，登记时间是3年前。不可能，这是公司的公共项目，他怎么可能在3年前就注册了产权？这绝对是伪造的！拜迪项目的核心空间逻辑来自我父亲沈远山生前的建筑手记。3年前，我就完成了手稿的数字化整理，并申请了产权存证。许小姐，你刚才在台上大言不惭地说这方案是你低谷期重生的心血，请问你是怎么在3年前就提前梦到了我父亲的手稿？我不知道，我刚回国，是阿渊给我的资料。阿渊说这都是公司的公共资源，谁用都可以。够了，小小你别乱说话。沈南芝，你早就留了存证，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吗？提前告诉你，方便你用管理员权限，连国家版权库里的记录一起找人删掉吗？周总、张董，就算是沈南芝带入原创框架，但后期是用公司资源进行完善的。既然他因为个人婚期自愿退出项目，公司安排新人接手，完全符合合规流程。自愿退出？顾总，我是被你强行调离项目组的，调令上还有你的亲笔签字，我从未签署过任何自愿放弃的声明。那是为了保护你。你最近情绪极其不稳定，在预审时连客户的提问都不配合回答，我怎么放心把10几亿的项目交给你？顾总的意思是，真正懂方案的原创者不配合回答，所以你要把项目交给一个完全不懂方案，甚至盗用别人成果的人。这就是贵司的防范风险逻辑。顾源，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拿着公司的信誉当儿戏吗？张董，您听我解释，沈南芝的原始方案其实有很多隐患漏洞，我是为了项目安全才让人重新整理上传了一份新版本的。既然顾总提到了重新整理上传，那我们不如看看后台的数据日记。各位看看，到底是谁在为了项目安全着想？各位高管看清楚，凌晨1点47分，顾渊账号以管理员最高权限，强行删除了名为拜迪原始版的文件夹。2点03分，
许小小账号登录，将回收键彻底清空，执行不可逆小会。到了今早9点，完全相同的文件内容被重新上传到了许小小的个人账号下，署名变更。顾源，这就是你说的重新整理？你身为集团高管，带头恶意删除同事文件，篡改署名。张董，您听我解释。沈南芝即将离岗，拜迪的核心资料绝对不能继续留在他的私人云端账户里。我这是执行项目的保密要求，我是为了防范资料外泄给竞争对手。保密要求，这借口找得挺别致。让技术部的人进来，我最喜欢讲证据。当着所有人的面，核对一下被删除文件的原始属性，那到底是公司的公共资料，还是个人的附件加密？好的，周总，马上核实。顾总，利用管理员权限，强行删除员工私人加密的原创附件，再洗稿变成别人的成绩。原来这就是贵公司的合规管理。周某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不是这样的，周总、张董，你们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可以解释的。不关我的事，真的不是我干的。我刚回国，我根本不懂什么云端系统操作，是别人操作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无辜的。许小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拉谁下水当替死鬼？是他，是项目秘书小李干的，所有的资料都是他上传的。小李，你快跟张董解释啊！是你帮我上传的资料，对不对？清空回收站也是你用我的账号弄的，我根本不懂那些复杂的操作，都是你自作主张。许小姐，你放开我。我只是个秘书，我哪有那个胆子？李秘书，如果是你操作失误，立刻向公司坦白，不要把责任推给新来的许负责人，公司会酌情处理你。不是我只是个打工的，我凭什么要去删沈主管的文件？是你们逼我的！小李，阿渊已经把沈南芝的云端权限停了，你赶紧把回收站清空，然后再把那份方案上传到我的名下，手脚麻利点，别留下痕迹，出了事有阿渊兜着。不是的，这不是我的声音，我没说过这种话，那是 AI 合成的。这是凌晨2点你发给我的。顾总当时也给我发了指令，让我全力配合许小姐。我有所有的聊天记录截图，监察部可以随时查验。顾月，你拿公司的项目，拿公司的管理权限去哄你的女人，你当我们这些董事都是瞎子吗？张董，您听我解释。小小她刚离婚回国，急需一个成绩站稳脚跟，我只是想拉她一把。沈南芝反正也要做顾太太了，一家人谁的名字不一样？精彩，真是精彩。顾总，慷他人之慨，拿甲方的10几亿项目给你前女友做私人人情，你真把拜迪当成你们家的后花园了？周总，这绝不影响项目最终的交付，我保证。顾渊，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拿婚姻当借口，你做的一切都能被合理化？既然你口口声声提到了结婚，那我们就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准备这场婚礼的。应顾先生要求，洲际酒店的婚礼布置保留2套新娘姓名模板，一套是沈南芝，另一套是许潇潇。赶快把群推了，大难临头各自飞啊！2套新娘模板。顾源，你把婚姻当成儿戏吗？你把公司的脸面往哪儿放？南芝，你听我解释，那是小小刚回国的时候，
情绪很崩溃。我看他可怜，顺着他做的假模板。我从来没打算真换新娘，我爱的是你。阿渊，你说什么？我是假模板？你不是说你根本不爱他了吗？你不是说随时可以换掉他吗？你闭嘴！如果不是你一直哭闹逼我，我怎么会弄出这种荒唐事？全都是你害的！一个连私人感情都一团糟，习惯性欺骗，遇事只会逃避责任的男人。张董，周氏无法信任这样的人能带领好拜迪项目。周总放心，集团一定会严肃处理。顾渊，你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起，你被停职了。南芝，你相信我，那真的是玩笑。我对你的心意，你难道不懂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玩笑。顾渊，事到如今，你还在骗我。领证预约取消时间是七夕前2周，操作设备的 IP 是你顾渊的手机，验证码也发到了你的手机上。拿着自己的手机，亲自取消我们领证的预约，这也是为了活跃气氛的玩笑吗？顾渊，到底是谁在取消预约？是我。我想看看，我取消了，你能忍到什么程度？结果你满意吗？现在我告诉你结果，你出局了。南芝，你冷静一点。这6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难道就因为一次试探，你就要抹杀一切吗？顾渊，你所谓的试探，不仅践踏了我的尊严，也毁了你自己的职业底线。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顾渊，从现在起你已被正式停职，请立刻交出你的办公电脑、门禁卡以及所有项目相关的物理密钥，配合公司监察部后续调查。张董，拜迪项目现在正处于关键交接期，没有我统筹，整个项目都会停摆。您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我停职啊！一个连公司云端数据都敢随意篡改的人，我怎么敢把10几亿的项目交给你？立刻交出权限，别逼我叫人动手！许小小，你作为涉事人员之一，在冒名顶替事件查清之前，同样暂停试用期资格，哪里都不许去。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只是听从顾总的安排，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既然贵公司的管理层如此混乱，那么作为最大出资方，周氏正式宣布，拜迪项目暂缓确认任何执行负责人。周总，项目暂缓，每天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您不能因为一点人事纠纷就全盘否定我们前期的努力。顾总，造成天文数字损失的人是你，不是我。不过，周氏愿意再给真正懂项目的人一个机会。沈主管，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明天这个时候，在这个会议室，你重新进行一次独立答辩。周总，他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帮已经被系统彻底销毁了，连个 PPT 都没有，他拿什么给您答辩？顾渊，你毁掉的只是几行代码，而我脑子里的东西，你永远也删不掉。很好，沈主管，我非常期待你明天能够证明你脑子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沈主管，你今天这出反杀的戏码确实很精彩，证据链准备得很充分。谢谢周总夸奖，我只是拿回原本就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想替别人的无能买单罢了。但你要清楚，你今天只是证明了顾渊和许小小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你并没有向我证明
你具备掌控这个项目的绝对能力。周总，拜迪项目从前期的实地考察到风险模型建立，全是我一手招办，我的能力不需要任何质疑。职场不看苦劳，只看结果。你刚才在所有人面前赢了公道，但如果明天的答辩你拿不出一套完美的方案，拜迪项目依然会换人。我明白您的意思，明天下午3点，我会带着完整的方案，站在这里说服周氏的所有评委委员。你要的不能仅仅是同情，而是要证明，这个项目如果离开了你沈南枝，它就会变成一滩死水。我会让您看到，除了我，没有人能把拜迪的风险控制在最低，利润做到最大化。很好，不过你现在的处境并不乐观，你的工位已经被清空，服务器数据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你打算凭空捏造数据吗？真正的负责人从来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单一的存储机制上。24小时足够我重新构建一切了。我会在周氏集团的总部给你开放一个临时资料室，里面有拜迪的基础地勘数据，但只有权限，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这就足够了，周总。公平我接受，至于最终的结果，我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拿下来。哟，这不是我们大获全胜的沈主管吗？怎么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变成一片废墟，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啊？看着你这种只会偷别人东西的贼被扫地出门，我心里其实觉得非常痛快。沈南枝，你别太得意，就算你今天把我拉下马，你以为你能在24小时内凭空变出一套10几亿的方案吗？你简直是在做梦！我能不能变出来，那是我的本事，而你这辈子都只能活在盗用别人成果的阴影里，像个永远见不得光的老鼠。那我就睁大眼睛看着你怎么在周成面前丢人现眼，怎么把拜迪这个大单子彻底搞砸。思路很清晰，不过你重构的供应链模型似乎缺少了最关键的中东地区原料变动参数。集团的内部数据库权限已经被彻底冻结，我正在通过过往的邮件记录进行反向逆推，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这可是个极大的工作量，如果在逆推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数点的偏差，整个成本控制表就会全盘崩溃。既然周总给了我这个独立答辩的公平战场，我就算是把脑子榨干，也不会让这个参数出现任何偏差。你这里的物流仓储设计，为什么舍弃了成本更低的 A 方案，而选择了造价高昂的 B 方案？因为中东地区的气候极端， A 方案的材质老化速度是 B 方案的3倍。从项目全周期的维护成本来看， B 方案才是最省钱的选择。看来你确实不是在纸上谈兵。不过，我刚才收到消息，顾渊在被带走前做了一点小动作。顾渊又干了什么？他已经被停职了，难道还能干涉明天的答辩？他利用高管的最后权限，把拜迪项目的核心消防复核数据上了独立密码锁。没有这个数据，你的方案就是个无法通过安检的废纸。顾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到了这个地步，竟然还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逼我低头。这套独立密码锁是集团最高级别的防御系统，我如果强行动用甲方的权限去破解，不仅违规，还会落人口实。我明白，这本来就是我必须面对的关卡。如果我连这点突发状况都解决不了，又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负责人的位置上？南枝，怎么样？看着那个红色锁定框的滋味不好受吧？你以为你把我踢出局，你就能稳操胜券了吗？顾渊，你涉嫌职务侵占和破坏公司数据，监察部正在到处找你，你居然还有闲心给我打电话炫耀。只要你现在向董事会撤回对我的指控，承认之前的证据都是一场误会，我立刻就把消防复核的解锁密码发给你。你做梦！我宁可明天的答辩彻底失败，
也绝不可能向你这种卑劣无耻的人妥协半步。周总，不管顾渊怎么阻挠，我都不会向他低头。这套消防数据，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天亮之前重新推算出来。作为一个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当你发现这条路被堵死的时候，你要学会绕开单点风险，而不是用头去撞南墙。绕开单点风险？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抛弃原有的消防通道设计，直接采用另一套全新的避险逻辑？消防参数是死的，但空间动向是活的。只要你能证明新的动线符合国际最高安保标准，那个被锁死的数据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代码。我懂了，我不该被他设置的障碍困住，我要做的是重新定义这套空间的规则。谢谢周总指点。不用谢我，我只是处理了流程问题。到底能不能在天亮前画出完美的动线，依然要看你自己的真本事。全新的避险逻辑动线，你居然真的在短短4个小时内，把原本死胡同的消防设计彻底推翻重构了。只要抛开顾渊设定的那些陈旧参数，采用多维立体的疏散通道，不仅能完美过审，还能增加5%的有效商业面积。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被碎纸机切碎后又勉强拼接起来的扫描复印件。这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建筑手记，也是拜迪项目最初的灵感来源。可惜原件被顾渊他们给毁了，我只抢救出这一张扫描片。这种利用光影错觉来延伸空间深度的设计手法非常罕见。沈远山是你父亲？是的，周总认识我父亲，还是说觉得我是在用我父亲的名气给自己加码？周氏集团投资的第一座大型文旅度假酒店，当年曾经高薪聘请过你父亲担任特别设计顾问。我见过他的原版手稿。我父亲很少接商业项目，没想到周氏竟然能请动他出山。那您觉得我现在的设计有我父亲当年的影子吗？沈南枝，我必须提醒你，情怀在资本市场里一文不值。今天我坐在这里，评估的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父亲的光环。周总放心，我从未想过靠着逝去亲人的名望来博取同情。我会用这份完整的方案向您证明，我沈南枝担得起执行负责人的位置。很好，距离最终答辩还有5个小时，我期待你能在周氏的董事会面前，把那些试图看你笑话的人狠狠地踩在脚下。哟，沈主管，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敢来了呢，资料都没了，你打算拿什么给周总和各位董事汇报？拿空气吗？顾渊，你也就是这点格局，真以为删了几个文件就能把我沈南枝彻底踢出局？张总，各位领导，沈南枝现在完全是在无理取闹。他之前明明已经签署了自愿退出拜迪项目的声明，现在又跑来搅局，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沈南枝，这份带有你亲笔签名的退出声明是怎么回事？你当集团的规章制度是儿戏吗？张董，您难道看不出来，这个签名根本不是我签在这份声明上的吗？这字迹的大小和墨水痕迹，明显是电子截取后强行合成打印的。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这白纸黑字就是你的亲笔签名，你想抵赖也得拿出证据来。好啊，那我们就查一查，这份声明的最后一次修改和签署 IP 究竟是来自哪里？周总，我申请立刻调取集团内网的电子签章追踪记录，只要查一下这个签名的溯源，一切就真相大白了。立刻调取记录。IP 地址显示，这个签名的提取和合成操作，昨晚深夜来自顾总的独立办公室。顾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不可能！我昨晚明明已经把痕迹清理干净了，怎么还会被查到？是他，都是顾渊逼我这么做的，是他让我拿假声明来骗你们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保安，把这2个涉嫌伪造商业文件的无关人请出去，别脏了周氏的地方。沈主管，闹剧结束了，现在开始你的独立答辩。各位董事，因为一些不可抗力，我今天无法用 PPT 为大家展示，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拜迪项目的深刻理解。沈主管，你画的这套路线和昨天许小小展示的完全不同，尤其是消防疏散通道，你为什么取消了原本的南侧出口？因为原本的南侧出口参数被恶意锁死，但我发现，如果采用多维立体的立体疏散逻辑，不仅能完美避开那个无效参数，还能将整体疏散效率提升30%。想法是不错，但商业地产不能只看设计，成本控制才是核心。你之前的供应链模型可是被毁了。沈南芝，如果中东地区的关键供应商临时坐地起价，涨幅高达12%，你的这套方案打算怎么保交付？如果出现那种极端情况，我准备了3套应急预案。第一，启动备用本土供应商，采用分段锁价协议。第二，优化2期工程的外立面材质，对冲材料溢价。第三，调整整体工期排期，用时间成本换取资金空间。能够在没有资料辅助的情况下，把成本控制和风险预案推导得这么精准，沈主管确实有过人之处。各位董事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我想今天的答辩已经很清楚了。拜迪项目不仅是我心血的结晶，更是我职业生涯的证明。我沈南芝绝不会让它毁在任何人的私欲手里。沈主管，你的专业素养和抗压能力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之前的人事纠纷是我们集团内部管理失职，让你受委屈了。张董言重了，我只想要一个公平的平台，用实力说话。经过周氏集团投资委员会的综合评估，我代表甲方正式确认，周氏认可沈南芝作为拜迪项目的唯一执行负责人。但是沈主管，你记清楚，周氏的认可不是你的护身符，更不是保护伞。到了拜迪，如果项目出现任何重大纰漏，我随时有权撤换你，后续的所有烂摊子都必须由你全权负责。周总放心，既然我接下了这个项目，我就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我负责到底。经集团监察部查实，顾渊涉嫌滥用职权、伪造文件、破坏公司核心数据，即日起撤销副总职务，降为普通招商主管，配合警方进一步调查。这是他咎由自取。怎么，看到曾经的未婚夫落到这个地步，心软了？心软？我只是觉得，对于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来说，失去权力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他罪有应得。很好，保持这种清醒。你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顺利接手拜迪项目上。谢谢周总给我这次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没有您的坚持，我可能连站上答辩台的资格都没有。我再说一遍，我只是为了周氏的投资安全负责，不是为了给你伸张正义。公平我给你了，但接下来怎么打赢这场仗，全看你自己的本事。顾渊，你到底还想干什么？监察部的调查结果还不够你清醒吗？南芝，我求求你，你帮我向公司解释一下好不好？就说那些数据是你自愿让我删的，那份假声明也是我们俩闹矛盾开的玩笑。顾渊，你是不是疯了？这种掩耳盗铃的谎话，你觉得监察部和周氏集团的人会信吗？只要你肯出面作证，他们一定会从轻发落的。南芝，公司的调查会直接毁了我的职业生涯，我甚至面临刑事指控。我们在一起6年，你一定要眼睁睁看着我身败名裂吗？记录是你自己留下的，那些卑劣的决定也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来跟我谈6年感情，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沈南芝，你现在满意了吧？你赢了！阿元为了你跟我吵了一晚上，我也被公司彻底解除试用期了，你非要把我逼上绝路才甘心吗？许小小，把手机还给他。你们两个的破事儿，我连听都不想听。你明知道他舍不得我难过，还一直用证据逼他在我们2个之间做选择，这难道不是你心胸狭隘、容不下人吗？你说的太对了，他舍不得你难过，所以我不选他了。你们俩锁死吧。沈小姐，经过初步核对，这套婚房的装修款28万，以及家具款16万，确实全部由您的个人账户支出。是的，当时顾渊说他首付压力大，这些费用就由我来承担。这些钱
我必须一分不少的要回来。但是在你们的共同生活账户里，我发现了几笔非常异常的大额支出，您可能需要仔细看看。这笔3万块的珠宝定金，还有这笔2万的服装修改费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没有去定制过任何珠宝。根据消费记录追踪，这笔珠宝定金买的就是许小小那天戴的玉兰胸针的同款仿品，而服装修改费是用来修改许小小那天穿的那件敬酒服尺寸的。也就是说，顾源不仅背着我给许潇潇准备了婚礼服装，甚至连这些费用都是从我们的共同账户里划走的。很遗憾，事实确实如此。顾先生不仅涉嫌挪用共同资金，甚至连婚庆尾款也是在您明确表示取消婚礼后，他擅自动用共同账户强制施压的。王律师，关于婚房的费用能全额追回吗？这就要看这份证据的法律效力了。顾渊曾在这段聊天记录里明确承诺，领证后就会办理房屋份额赠与。这句话既然是他亲口说的，那就请您作为核心证据。我不只要拿回我的钱，还要让他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您放心，沈小姐，证据链非常完整，我会立刻起草律师函，正式向顾渊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所有不当获得。那就拜托王律师了。我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私下的经济拉扯，一切走法律程序。亲家母，你看看这像什么话？亲戚朋友我们都通知遍了，酒店酒席也都订好了，你们说不结就不结，让顾家的脸往哪儿放？顾太太，请你搞清楚，不是我们要悔婚，是你儿子顾渊做的事儿太让人寒心了。他拿我女儿当什么了？现在的年轻人吵架闹别扭很正常，南芝就是脾气太倔，太计较了。顾源已经道过歉了，连请柬都重新印好了，你们还想怎么样？重新印好了？是啊，如果不是我们南芝发现了，这上面印的怕还是那个叫许小小的女人的名字吧？我早就解释过了，小小从小就和顾源亲近，他刚回国情绪不好，顾源就是心疼他，顺着他开个玩笑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开玩笑。顾太太，既然你们觉得这只是个无关痛痒的玩笑，那你们干脆就让她嫁进顾家好了。南芝，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顾源现在被公司停职，都是你闹的。你不仅不帮他求情，还要退婚，你对得起他这6年的感情吗？他对不起我在先，我凭什么要对得起他？顾太太，婚我退定了，你拿着这些请柬去找那个愿意陪你们顾家开玩笑的人吧。好，退婚可以，但是你们休想拿走1分钱。那28万装修款是你在谈恋爱期间自愿出的，现在想算得这么清，门儿都没有。顾太太，你不要欺人太甚，真当我们沈家没人了吗？顾太太，你不要欺人太甚，真当我们沈家没人了吗？顾太太，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南芝外婆留给她的唯一陪嫁遗物，你们未经允许就借给那个女人戴，还把她摔成了2半。一件旧首饰而已，我都说了会找人修，大不了我按原价赔钱给你们就是了，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我女儿的尊严。我以前一直以为南芝在你们家过得很好，没想到你们竟然合伙这样作践她。我女儿绝对不是供你们顾家取乐的玩意儿。我还是那句话，那些钱是她在谈恋爱期间自愿出的，现在想算得这么清，门儿都没有。顾太太，既然你想算账，那我们就用法律的逻辑，一笔一笔算清楚。这是我刚从律师事务所带回来的银行流水和公证书，你睁大眼睛看看，每一笔转账我都清清楚楚地备注了婚房装修和共同家具。律师说了，这在法律上属于附条件的赠与，条件就是双方必须登记结婚。那就算没结婚，谈恋爱花了钱也是你情我愿的，你们想告我也没用。你再看看这个，这是顾渊在消息里明确承诺，等领证就办理房屋赠与的聊天记录公证。现在是因为你儿子出轨、造假、挪用共同资产等重大过错，导致婚约解除。在法律上，我有绝对的权利要求全额返还所有附条件支出的款项。律师函在1个小时前已经正式发送到顾渊的邮箱了。如果你们顾家拒绝返还这44万的款项，3天后我们法院见。南芝，对不起，是妈不好，妈太迟钝了，没早点发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妈，别哭，我已经彻底清醒了。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人能再欺负我。沈小姐，
这枚胸针的材质非常脆弱，而且断裂面很不规则，修复难度极大。师傅，请您一定要想想办法，这是我外婆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钱不是问题，办法倒是有一个，可以用黄金进行锯刺修复，把断裂的两半重新连接起来。真的吗？那修好之后还能看出断裂的痕迹吗？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黄金的线条会永远留在花瓣中间，我能把它接上，但裂痕是永远遮不住的。有些东西就像我和顾渊的感情，一旦碎了，就算勉强拼凑在一起，也永远回不到从前了。没关系，师傅，请您帮我接上吧，就算有裂痕，我也要把它留下。恭喜你，沈主管，经过周氏投资委员会的最终复核，你正式进入了拜迪项目的终审优先名单。周总，我以为还需要经过一轮更加严苛的技术评估，没想到确认函这么快就下来了。你的独立答辩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周氏需要的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负责人，而不是一个在温室里背台词的傀儡。周总，这份确认函是不是您在投资委员会上帮我据理力争取来的？你想多了，我只是把你的答辩录像和风险预案提交给了董事会，他们是看中了你的方案能带来的利润，我没有帮你说过一句好话。不管怎样，周总，谢谢您没有在这个时候拦我，给了我这个上桌谈判的机会。我只是没有拦你，但接下来的路全都是雷区。拜迪那边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我希望你做好了随时被扒一层皮的准备。拜迪驻外终审结果公示：沈南芝综合评分第1名，审批意见，即日启动1个月交接期，下月初正式背负拜迪担任最高执行负责人。南芝，你等等，你先别走，你看看这个。款式和外婆留下的那枚有些相似，但光泽和细节完全不同，显然是个昂贵的替代品。我找了好几家高定珠宝店，终于买到了一枚差不多的。你看，这枚比你外婆留下的那枚还要贵重，花瓣也更饱满，旧的碎了就碎了，我们用新的代替，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重新开始好不好？顾渊，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外婆留给我的遗物是独一无二的，它承载的是记忆和亲情。你以为花几个钱买个外表相似的替代品，就能抹平你纵容别人摔碎它的事实吗？不，胸针如果你不喜欢没关系，以后你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最好的。南芝，你看这个。南芝，我重新预约了佳琪的号，我们下周就去领证好不好？婚礼我也重新安排，绝对不让任何人插手，全部按你最喜欢的风格来。顾渊，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愿意施舍给我一个预约，我就得感恩戴德的继续陪你玩这场过家家的游戏？你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发誓以后绝对把你放在第一位，再也不拿你打赌了。你的誓言和那枚假胸针一样，廉价又可笑。你从来都没有真正尊重过我。为什么？东西我赔新的了，我也当面认错了，甚至连我的职位都丢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了？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因为替代品永远是假的，而你一次次践踏我的底线却是真的。顾渊，收起你的深情吧，我们之间彻底结束。南芝，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这份文件你看看，是我连夜拟定好的房屋份额赠与协议。只要你愿意回来，那套婚房我立刻转一半的产权到你名下。还有许小小，我已经把她彻底赶走了，我保证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顾渊，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你把许小小当成可以随意打发的物品，那你把我当什么？可以随意用房子交换的筹码吗？不是的，南芝，我真的想挽回你，我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那你到底还要什么？你告诉我。我要的你永远也给不了，我要的是边界，是尊重，还有我完全自主的人生。我可以给，这些我以后统统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回来。顾渊，你错了，这些东西不是你恩赐给我的，他们本来就属于我，是你一直打着爱的名义在无情的剥夺他们。沈主管，
不要以为拿到了确认函就可以高枕无忧。拜迪的实际情况远比你最初设计的风险模型恶劣得多。周总，我仔细看过了，本地供应商的资质参差不齐，而且近期国际建材价格变动极大，可能会直接导致一期工程预算超支。既然看到了问题，那你打算怎么解决？我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而不是纸上谈兵的分析报告。我打算抵达拜迪的第1周，就对所有的核心供应商进行重新洗牌和深度背调，淘汰掉所有有履约风险的小公司，集中资源与头部供应商签订阶梯式锁价协议。这种做法势必会得罪当地的地头人，甚至引发集体罢工。你做好独自承受这种高压反扑的准备了吗？周总，从我决定接手这个项目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打算给自己留退路。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把它踏平。你可以休息，但项目不会等你恢复情绪。作为一个真正的负责人，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伤口去战斗。沈主管，拜迪项目需要的是一个100%专注的执行负责人。如果你被这些无休止的私人纠纷缠住手脚，我会对你的抗压能力非常失望。周总，请放心，这些垃圾信息绝对不会影响我对项目风险的决策判断。我已经把他的号码拉入黑名单，但他换了新号码。我不看过程，只看你处理麻烦的效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让州市法务部以妨碍重点项目推进的名义，正式向他发一份最高级别的禁止骚扰函。谢谢周总的好意，但我不能什么事都依赖甲方的保护伞，这是我的私人边界，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把它守住。很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别人替他清扫战场。如果你连一个前任都处理不干净，去了拜迪，当地那些错综复杂的地头蛇能把你生吞活剥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用最合法和合规，也是最致命的方式，让他彻底失去纠缠我的资本。那我就拭目以待了。现在继续核对下一家核心钢材供应商的资质报告，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好的，周总，这家华东钢材的负债率在过去3个月内飙升了15%，我建议将其移出第一梯队的备选名单。看到了没？滥用职权，拿10几亿项目讨好前女友，从高管一撸到底，脸丢尽了。活该，逼未婚妻退出项目，结果被沈主管拿出产权存证当场打脸，这种渣男就该这下场。你们凭什么赶我走？都是雇员逼我的！我刚回国，我才是受害者！许小姐，请配合规定立刻离开，别逼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老郭，今天集团人力居然找我核实拿中秋礼品卡的事儿，你这事儿闹太大了，可千万别把兄弟们拉下水。废物，慌什么？我处分都下了，职位也丢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只要你们咬定是私人聚会，谁也查不到。你说的轻巧，要不是你非拿沈南芝的婚姻打赌，非要把许小小塞进项目，我们至于跟着提心吊胆吗？你现在连副总都不是，手里没审批权，兄弟们跟着你还能捞什么油水？落井下石的势利眼，以前吃我拿我的时候像狗一样，现在看到我倒霉就想撇清关系。南芝姐，我们真诚向您道歉。道歉？如果道歉有用，还要监察部干什么？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帮凶，为了自保，能交出什么投名状。南芝姐，以前那些过分的打赌和玩笑，真的都是顾渊带头起哄的，我们就是抹不开面子，跟着附和一下。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把我们牵扯进监察部的后续调查里啊！南芝姐，为了证明我们没撒谎，这是过去4年我们在群里关于你的所有聊天记录导出文件，你看了就知道，顾渊他骨子里就是个渣男，他从一开始就没尊重过你。那是我第一次以未婚妻的身份，被顾渊带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核心圈子聚会。兄弟们，今天晚上打个赌，赌他多久会主动站起来给大家倒酒。他这个人从小就懂事，绝对不会让场子冷下来的。输的人明晚请客吃海鲜大餐。
口红赌局、主卧试探，还有取消领证预约的豪赌，原来从一开始，我的妥协和顾全大局，在你们眼里就是一场可以随时下注的免费马戏。别叫我南芝姐，你们这群帮凶一样让人恶心。这份文件我收下了，至于你们会不会被牵扯进去，去跟监察部解释吧。沈主管这副杀气腾腾、准备奔赴战场的架势，手里拿着的该不会是那些前任发小们为了自保，连夜发给你的背刺罪证吧？周总果然料事如神，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我刚才仔仔细细的看过了，这里面不仅仅是那些让人作呕的恶劣情感羞辱，还有更让人惊喜的大礼。哦，听你这语气，看来顾渊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比我之前在董事会上预估的还要千疮百孔。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这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既然他们敢堂而皇之的把公款当成羞辱我的赌资筹码，拿公司的利益去填补他们那可笑的虚荣心，我就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全部吐出来，接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如果是为了出一口恶气，你完全可以把这些聊天截图发到公司的八卦内网，或者是直接雇几个水军发到社交平台上。我保证，不用半天时间就能让他彻底社会性灭亡，连在这座城市立足的资格都没有。周总，您觉得那种只图一时爽快的网络审判，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毒瘤吗？等网民的注意力转移了，他换个身份，照样可以去其他公司作威作福。你很聪明，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记住我今天教你的第3课，如果只为出气，发到网上享受短暂的狂欢，但如果你要一个不可逆转的致命结果，就把它交给监察和律师，让冷酷的规则去彻底绞杀它。谢谢周总提醒，这节课我受教了。网络舆论会随着时间被遗忘，但财务侵占的刑事案底会死死地定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跟着他一辈子，让他永远也洗不掉这个污点。去吧，让周氏和集团董事会好好看看，你沈南芝不仅有能力构建完美的设计方案，更有雷霆手段，能干净利落地扫除一切可能威胁到项目的隐患。您放心，周总，拜迪项目绝对不会有任何带着污点的人参与其中。立刻通知财务审计科，把顾渊过去3年内所有涉及酒楼、公关招待、项目考察名目的报销单据全部封存调出来。顾渊，你涉嫌严重违反公司财务纪律，并挪用公款，请带上你的私人随身物品，立刻跟我们走一趟，接受内部隔离调查。等一下，我肚子疼，让我先上个厕所。沈南芝，是不是你把那些聊天记录交给了监察部，非要把我往死里逼吗？你真想看我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吗？顾渊，你搞错了一件事，不是我把你往死里逼，是你自己亲手写下了这些认罪的供状。我只是一时糊涂拿了点招待费请客，我已经遭到报应被降职了，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6年啊，沈南芝，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狠毒？我只想让每个人承担自己做过的事。你用公款下注我尊严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戴上手铐的这一天。处理得很干净。现在签字确认这批核心设备的进场时间，拜迪那边已经快要等不及了。沈主管，看来你离岗前的最后几天也不得安宁。这位许小姐不去当演员，真是影视界的损失。大家评评理，我一个刚结束不幸婚姻的单亲妈妈，只想找份工作重新开始。可是顾渊他不仅在感情上欺骗我、操控我，还和他的未婚妻沈南芝联手在公司里对我进行职场霸凌。沈南芝还仗着自己自力深，故意在评审会上设局陷害我，硬生生把我的心血抢走，把我逼得被公司开除。我真的走投无路了，请大家帮帮我。听说沈南芝和顾渊联手欺负一个单亲妈妈，职场上最恨这种仗势欺人的绿茶了。
沈南芝这种人就该被开除，让他也尝尝走投无路的滋味。顾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两个一起滚出公司。许小小真的太可怜了，支持他维权。需要周氏的法务部出面吗？直接发律师函把热度压下去，或者控告他诽谤。不用麻烦周氏的法务部，这种靠眼泪博取同情的网络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戳就破。而且最急着戳破这个泡沫的人，绝对不是我。沈南芝，你看到许小小发的那个疯狗一样的视频了吧？他居然敢在网上造谣颠倒黑白！你马上跟我联合发声明澄清，不然我们俩都要被他拉下水。顾渊，你现在都被监察部查出挪用公款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他咬的是你，你们俩狗咬狗的戏码，别扯上我。好，既然他非要把事情做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他想装受害者洗白自己，做梦！我马上就让他彻底身败名裂。你说的对，戳破泡沫的人来了。顾渊的反击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阿渊，我刚回国需要业绩，你把沈南芝那个项目给我挂个名嘛。她反正都要嫁给你当全职太太了，肯定愿意让给我的。就算出了事儿，也有你兜着，怕什么？反转了吧？我就说怎么可能？那视频全是演的。笑死！说沈南芝职场大龄，结果自己求着要挂名，这位许小姐脸疼不疼啊？反噬来得真快，他们为了自保互相攀咬，反而把彼此最后的底裤都扒得一干二净。这场闹剧可以画上句号了。随他们去咬吧，这种烂泥潭里的人不值得我再浪费1秒钟的精力。我的战场在拜迪。沈南芝，你以为只有你被他耍了吗？我们机场见，我会让你知道顾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南芝，你等等，你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个东西落下了。你还记得这个行李牌吗？我当然记得，上面记着我们最早租住的小公寓地址，我怎么会忘？顾渊，你搞错了，这个东西不是我撂下的，是我整理过去的东西的时候主动扔进垃圾桶不要了的。南芝，你怎么能这么狠心？那时候我们刚毕业，什么都没有，每天挤地铁吃泡面，你也没嫌弃过我。这6年，你真能全部放下吗？正因为我以前什么都没嫌弃过，所以你后来就觉得，无论你做什么过分的事，我都永远不会嫌弃，永远都会在原地等你，对吗？不是的，我只是太确定你爱我了。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固，可以经受得起任何试探和考验。顾渊，爱从来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免责协议。你所谓的试探，不仅耗尽了我的感情，也践踏了我的尊严。这是沈南芝必须自己亲手斩断的过去，我帮不了他。3年太久了，南芝，你不要去拜迪好不好？只要你留下来，我们可以立刻辞职，我们换个没有人的城市，一切重新开始。你辞不辞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的人生好不容易走回正轨，绝对不可能再为你这种人停下脚步。前往拜迪的航班即将停止办理托运，请尚未办理的旅客尽快前往值机柜台。南芝，你看看这个，既然你不愿意留下来，那我跟你一起走。我买了同一趟航班的机票，我已经递交了辞呈，国内的烂摊子我统统不管了，我陪你去拜迪。顾渊，你是不是疯了？拜迪是我赌上职业生涯去搏杀的战场，不是你身败名裂后用来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允许你像个寄生虫一样跟在我身边？不是的，南芝，我是为了证明我爱你。我可以去拜迪，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做起，只要能每天看到你，我这难道还不够牺牲吗？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牺牲？你只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才想抓住我这根救命稻草。你所谓的爱，本质上还是毫无边界感的控制和纠缠。收起你自我感动的恶心嘴脸吧。怎么会这样？我连命都可以给你，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回头看我一眼？航班还有4个小时，我们一起走，在飞机上我慢慢跟你解释好不好？顾渊，你还没听懂吗？我说来不及的从来都不是这趟飞往拜迪的航班，我说的是我们之间早就彻底烂透了，再也没有重来的可能。沈南芝，你千万别被他这副深情款款的虚伪样子给骗了。你以为他当初取消领证预约，仅仅是因为和发小打赌那么简单吗？许小小，你给我闭嘴！你来这里发什么疯？报案！
马上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我不走，顾源，你把我害得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你现在想拍拍屁股去追回你的前未婚妻？做梦！我今天就要把你的真面目彻底撕碎在所有人面前。如果我不跟南芝领证，你愿不愿意回来？你先证明他对你来说真的不重要。原来，许萧领证不仅仅是一场恶劣赌局，更是顾渊为了向许小小证明自身魅力而精心准备的投名状。沈南芝，你看清楚了吧？他不是只拿你当备选者，他也拿我当做验证他男性魅力的工具。他一边稳住你准备结婚，一边又来撩拨我。许小小，你疯了！那只是我喝醉酒胡说八道的，你把它删掉，你马上给我删掉！我不删！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现在我丢了工作，名声也臭了，你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要死我们今天就一起死！那些迟来的真相，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锋利，因为刀子真正落下的那天，我就已经疼得彻底麻木了。你们就慢慢在这里互咬吧，我没有时间陪你们继续浪费生命了。南芝，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我还能在原地等你吗？不要等了，你等不到的。走吧，陈负责人，新的战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沈南芝，拜迪的项目出了点问题，你到了立刻来现场。沈总，您终于开机了，拜迪项目出大乱子了。本地的3家核心材料供应商毫无征兆的突然联手违约，要求全线涨价15%，否则就立刻断供。合同是怎么签的？违约金条款难道约束不了他们吗？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一期工程的样板店明天必须接受消防复核。就在刚才，消防部门以我们的动线设计不符合本地最新规定为由，直接驳回了我们的复核申请。还有，团队里3个主干测算员因为水土不服，今天同时高烧病倒了。现在现场一片混乱，随时面临全面停工的危险。供应商趁火打劫，消防复核被卡，团队人员折损，这显然是有人在背后做局。沈主管，你要我动用甲方的权力去处理那些作乱的人，还是你自己给他们看结果？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我就不配坐在这个执行负责人的位置上。我选看结果。很好，记住，真正的负责人不是亲自下场去搬砖，而是要在最混乱的时刻，让所有人看到你指引的方向。周总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拜迪项目在我的手里停工哪怕1秒钟。我是沈南芝，告诉现场所有人停止慌乱。10分钟后，我要在项目临时指挥部看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供应商涨价就重新洗牌，消防不过就通宵改图，天塌下来我顶着。沈总，情况比电话里汇报的还要糟。那3家联合涨价的供应商不仅要求涨价15%，还派人堵住了进场通道，不让其他小型建材商的车进工地。这是明目张胆的搞垄断逼宫。消防那边呢？消防局的人刚刚走，他们说我们的主逃生通道宽度距离本地新出台的安防喜则差了5公分，强制要求样板店立刻停工整改，而且什么？不要吞吞吐吐。而且团队里那3个病倒的主干测算员刚才托人递了辞职信，底下的员工都在私下议论，说您是靠举报前未婚夫才上的位，根本镇不住本地的地头蛇，这项目迟早要黄。大家人心惶惶，都没心思干活了。刚刚抵达拜迪的第1周，危机就如同暴风雨般集中爆发了。地头蛇的暴力刁难，官方的卡脖子，再加上内部的流言蜚语和人员折损，这是一场对我抗压能力的终极绞杀。看你的表情，拜迪给你的落地欢迎仪式比电话里汇报的还要热烈。供应商堵门，消防卡5公分，团队骨干辞职逃跑。周总，拜迪的水确实很深。沈主管，现在我是甲方代表，只要你开口，我可以立刻动用周氏的资本力量，让法务部去跟那3家供应商好好谈谈，甚至帮你把团队里那些刺头全部开除，重新换一批听话的人。不用脏了您的手。如果我靠着甲方的威压来平息内部的质疑和外部的勒索，我永远也别想真正掌控这个项目。流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结果。周总，您就在旁边看着，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地头蛇。各位，关于外界的流言我不想解释，我今天叫你们来只为解决2个问题：供应商涨价和消防复核。沈总，
那可是本地最大的3家材料商，他们垄断了80%的渠道。如果不答应涨价，样板店明天就得停工。我们可没有您在国内那种呼风唤雨的本事。妥协只有0次和无数次。如果今天答应了15%，明天他们就敢要30%。老李，立刻启动 B 级供应商预案，把这3家头部企业的订单拆分成10份，全部分发给本地那些急需大订单的中小型材料商。我要让那3个地头蛇看看，拜迪的渠道不是他们说了算。可是沈总，中小型供应商的产能不稳定，万一交货延期怎么办？沈主管，如果全部拆分，你不仅要盯质量，还要协调10个甚至更多的物流节点。你打算一个人把这些活全干完吗？负责人不是把所有事儿自己做完，负责人是让所有人知道该往哪儿走，并在他们走偏的时候，有能力把他们拽回来。老李，拆分订单和物流协调的任务交给你，我给你最大的授权，只要能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交货，所有超出预算的物流费用，我来签批。张工，你立刻带领设计团队，根据本地最新的安保细则，把样板店的内部消防洞路重新梳理一遍。今晚12点以前，我要看到3版不同的修改方案。沈总，这么多任务，如果出了问题，责任谁来担？责任由我沈南芝全权承担，天塌下来我顶着。现在全部去执行。沈总，按照您提出的多维立体疏散想法，这套方案不仅完美避开了本地安防细则里最苛刻的限制条款，还把整体的商业可用面积提高了3%。很好，参数非常漂亮。明天一早立刻把这套方案重新提交给消防部门。这是周氏在拜迪投资的其他几个关联项目中合作信誉最好的几家备用供应商名单。周总，您不是说不帮我解决麻烦的吗？我只是提供资源选项，用不用、怎么用，那是你的事儿。我并不保证这些供应商就一定能满足你现在严格的成本要求。谢谢周总，但我想保留我现有的供应链结构。您的名单我会作为最终的方案。如果我现在就动用甲方的资源，那3家试图逼宫的供应商就永远不知道疼。好，这才是负责人该有的决断力。你比我想象的成长得更快。沈总，成了！我们把订单拆分给那些中小供应商后，那3家原本要涨价的地头蛇彻底慌了。他们刚才主动打电话过来，不仅撤回了涨价要求，还愿意在原价基础上再让利2个点，求我们恢复合作。告诉他们晚了，拜迪的规矩以后由我们来定。周总，我强烈建议立刻撤换沈南芝，他在国内的那些感情丑闻和网络舆论已经严重影响了周氏集团的公众形象。拜迪这么大体量的项目，不能交给一个随时可能引发公关危机的女人。王总，周氏评估一个项目负责人的标准，什么时候变成了网络八卦和私人感情？可是周总，拜迪项目现在的进展虽然稳住了，但前期的动荡已经让投资人产生了疑虑。如果样板店不能如期开业，或者后续再出什么乱子，这个责任谁负得起？他的能力由项目的结果来判断，不由那些无聊的传闻来判断。既然你们对他有疑虑，那就让他亲自来给你们解答。各位周氏的领导，关于外界对我的争议，我不想浪费时间解释。我今天站在这里，只用数据说话。这是拜迪项目过去半个月的进度报告。虽然经历了供应商逼宫和消防阻碍，但通过重新洗牌供应链和优化动线，我们不仅保住了原定工期，还将1期工程的总成本压缩了4.5%。成本压缩算什么？如果因为你的激进调整导致样板店开业失败，损失怎么算？如果样板店开业失败，导致周氏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由我沈南芝个人全额赔付。这是我起草的风险兜底对赌协议，只要各位点头，我立刻签字。我可以替你挡住流言，但能让你在这个位置上真正坐稳的，只有你自己。你做得很好。拜迪项目的核心样板店如期开业，并且凭借创新的空间设计和极高的成本控制率，在业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沈总，我老李以前有眼不识泰山，这一杯我敬您，以后您指哪儿，我老李绝无二话。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
拜迪的成功是大家共同拼搏的结果。沈总，实至名归，这次终于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您署名了。这个奖杯只属于您一个人。沈南之，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沈主管，你今天晚上的样子很像一个真正的女战士。谢谢周总，这3个月如果不是您一直用那种近乎冷酷的方式逼着我成长，我可能早就被拜迪的封杀埋了。沈南之，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公无私，我欣赏你，也喜欢你。从你在董事会议室里拿着残破的手机进行独立答辩的那一刻起，我就被你吸引了。但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并不是在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不需要现在就给我答案，更不需要因为感激我而勉强自己。你经历过一段被安排、被控制的感情，所以我绝对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你可以慢慢想，决定权永远在你手里。沈小姐，恭喜你！关于顾渊挪用共同账户以及附条件赠与违约的案子，国内法院的最终判决下来了。结果怎么样？顾渊败诉，不仅必须全额返回您那44万的装修款和家具款，还被处以了额外的惩罚性赔偿。另外，集团方面也向他追责了公款挪用部分。他现在为了填补这些窟窿，已经把那套婚房挂牌急售了。他咎由自取，后续的执行事宜就麻烦王律师继续跟进了。南之，那套婚房我卖了。其实我最初取消预约，只是因为马上要结婚了，我突然对失去自由感到很恐惧。我不是真的想伤害你，南之，那枚玉兰胸针还能看见裂痕吗？来了。明天难得休息，旧城区有个很不错的现代建筑展，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下午可以，上午我要补觉。好，我2点来接你。你要是临时不想去，发个消息直接告诉我，不用有心理负担。周总，您约女孩子总是把退路给人家留得这么宽吗？因为我希望你迈向我的每一步，都是你完全清醒且自愿的选择。沈小姐您好，您有一份跨洋包裹，请签收。好的，我马上来。这是父亲的手机。对不起，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纸条找齐拼好。我终于明白，有些东西就算拼尽全力修好，也永远回不到从前了。这些记忆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顾渊，你给我的伤痕早就无法复原。这是顾渊寄来的。他花了2年时间把我父亲的手机拼了回来。需要我陪你待一会儿吗？如果不方便，我可以在门外等。不用。我之前去修复这枚胸针的时候，修复师告诉我，无论怎么修，裂痕永远都在。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裂痕其实也是这枚胸针经历的一部分。挺好，不完美的过去造就了现在无坚不摧的你。感谢大家，我相信拜迪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那枚胸针被修好了，沈南之，我给你造成的伤痕还能修复吗？我真的已经知道我错了。沈总，您在拜迪那个项目，现在可是我们行业内教科书级别的风控案例啊！听说当年国内立项时，差点被某个滥用职权的蠢货高管毁了，幸好最后是沈总亲自挂帅。过奖了，都是团队和平台的功劳。先生，不好意思，这片是核心 VIP 贵宾区，您的吊牌权限只能在普通展区活动，请退后。我只是想进去跟一位老朋友打个招呼。抱歉，这是规定，请不要让我为难。
让他过来吧，确实是认识的旧人。好的，沈总，先生您请进。南芝，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顾先生今天也是来参加峰会的。胸针绣得很好，那本手记你收到了吗？收到了，费心了，谢谢。你以前从来不会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谢谢。以前很多事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也已经回不到以前了。你结婚了吗？没有。那你……不过我有在认真交往。他对你好吗？他尊重我。听起来确实比单纯的好更重要。沈总，下一场论坛马上要开始了。我还有个会，失陪了。南芝，那天取消领证预约后，我真的以为你最多气2天就会原谅我。后来这3年，我每次想起那天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极其可笑的跳梁小丑。顾渊，你一直没明白，你不是输在那一次取消预约的赌局上。我知道，我输在我每一次都笃定的觉得你永远不会走。这一次，他终于说对了，但他迟到的醒悟，只够用来惩罚他的余生，再也不够换回眼前这个熠熠生辉的故人了。走吧，沈总，论坛要开始了。走吧。哎呦，小周啊，你这捏的什么呀？这都露馅了，连续捏坏3个了，你这手也太笨了吧！阿姨，我第一次包，力道确实不太好掌控，我在研究这个供应链，不是这个面皮的张力。小周啊，水都要从锅里冒出来了，我来看着吧。和南芝一样，一看就是五指不沾阳春水。明天民政局的预约还去吗？需要我再检查一下你的材料有没有遗漏吗？去，材料不用你检查，我自己都准备好了。好，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太仓促，你想改时间也可以，随时可以取消，决定权永远在你。你们俩别在门口杵着聊天了，赶紧过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裂痕没有消失，可那朵经历过破碎的玉兰花，已经在阳光和尊重下重新盛开了。